我給80後丟臉了，我就去超市買2小時隊，免費領了1盤雞蛋，我感覺我不行，我沒有底線了。今年都拿成什麼樣了？是98年的，今年28歲，2個孩子的媽媽，別說1000塊錢，我就連100塊錢我都拿不出來。1個月了，找不到工作，我就想找2班上。90後啊，只要90後，90以上的可以回去了啊！33歲以上的一個不要啊！跑外面花了40多買這個箱子，交了保證金100，來來為了打電話就交了50的話費，結果跑了一中午3個小時，跑了8單，掙了19塊錢，還要交3塊錢的保險，晚上1個小時跑了3單，掙了6塊錢，一天掙的錢還不夠我付飯錢。就這個人每天都到這兒躺4、5個小時，堅持現在有大概12天左右了。以前那條馬路的話，轉讓費都要幾萬，租金的話每個門市不低於5500，現在你看空了好多了喲。好得看，那麼多出租的，全部是出租的。面試了10多家，全部被拒了，理由不是能力不行，是一個40歲的女人年齡太大。很好啊，這位想是我好。這就是現在打工人的現狀。年齡大了，找廠沒人要，有家不能回。自己離職嗎？為什麼不離職呢？既然29歲，我覺得 HR 可能覺得我真的年紀大了，我根本就找不到工作。雖然我投了很多的簡歷，但是他們都跟瞎了一樣，看不見。就是大家沒見過底層社會嗎？在不少地方，男性收入4、5千就是普遍水平，但是沒有社保。女性的薪資更現實，普遍落在3000左右。我朋友在老家醫院裡上班，扣完雜七雜八，每個月到手1000塊。1000塊，這話有假，你扇我嘴巴子。破防了，跟淚失禁一樣，邊走邊哭，止不住的哭。哎呦，那個拿手兩個也不對。找你那是，那才買东西的，好大忽然差的话。中國經濟衰退日益嚴重，面對各行各業的裁員、降薪、拖欠工資，越來越多的人感到生活艱難與絕望。有人直言，已經不奢望這個社會能給普通人高工資，但是365行，行行都在加班，大家都在超負荷的工作，但月薪卻只有2、3千塊，為什麼掙錢這麼難？各方面上都限制住了我們，真的好難。可是又能怎麼辦呢？我們已經站在這個角色裡那麼幾年了，不可能因為這件事情就打敗了呀。肚子很餓，跑了幾個小時都沒吃東西。現在把早上買的餅乾吃完，然後回家接孩子。你们看一下這是什麼？我房子被查封了，有家回不去。我銀行按揭斷供了，已經1年多了，還款整整3年多啊！銀行按揭尾款居然還有90幾萬，3年我還了18萬多，只還了2萬多的本金。窮真的會讓人喘不過來氣的。我老公1個月3000多的工資，我花唄還欠着3300，老大感冒花了200，一個月房貸1600。我和3個孩子的醫保交了1600，還欠着暖氣費、物業費。我們2個4張信用卡是換着刷，真的我都不知道該怎麼活了。這個發工資的第一件事是做什麼呢？我敢說啊，沒有幾個人是真正用來犒勞自己的。工資剛到手，先填各種網貸和信用卡的債，補各種欠款的窟窿，一圈走下來，口袋裡還是空空如也。現在呢，全國出現了大量的逾期潮，8.5億人負債，4.7億人面臨逾期，2.6億人逾期時間呢已經超過半年了。大家可以算一算啊，除開身邊的老人和小孩，還有多少人是沒有負債的？反正我身邊是幾乎找不到了。剛剛算了一筆賬，特別的糟糕，情況比較嚴峻，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時候了。從去年10月底到現在整整半年多，財務上沒有半點經濟來源，一切在吃老底。他們這個廠裡的老闆跑路了，這幾個月的工資都不給我們發，現在我們幾個人都在這裡找老闆。
哪有这种惨哦？我说一日3天，1个月150块錢，平均一天5塊錢一天，你們肯定是不相信的，100%的。但這就是事實啊，沒有騙你們。160多、170塊怎麼吃？前面跑得快，你後面跑得慢的話，洗碗了。啊，那要上夜班就是了，宵夜的沒有，天天搶。肯定是一樣多，好不好？也有博主說，現在各行各業都很難，有太多企業發不出工資。比如前2天，一個在煤礦打工的人終於堅持不下去了，原因是他們大半年都沒有發工資。那麼大一個煤礦，工人的工資竟然發不出來。我覺得來深圳好累呀，連哭的地方都沒有。我3天一大哭，2天一小哭，我不知道我在哭什麼。我哭工作不順利，我哭找不到工作，我哭沒錢，我什麼都在哭。我要餓死在上海了吧？啊，太難了，兄弟們。在柳州逛街啊，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路上冷清了不少。不管說是去大商場還是去逛夜市，總覺得沒有以前熱鬧了。不少店鋪呢也在悄悄掛着轉讓，人都去哪裡了？是年輕人都跑到外地去闖蕩了呢，還是大家把錢包捂得更緊了？物價呢是一直都在跌，名酒的價格是一直在掉。茅台、五糧液、劍南春這些名酒的價格沒有一個漲的。往年的端午節呢，價格都會稍微漲一點，但是今年不行，沒有一個是漲的。貨呢是備了不少，但就是沒銷量。現在是中午12點，我在三明最大的商場，就是我們的萬達廣場。這個點應該是最熱鬧的飯店，可商場的人真的不多哎。一看這些人流，之前總覺得只要擠進商場，人流就來了。現在是晚上7點33分，我們看看愛情還怎麼樣。今天是假期，它是一個放假的日子。媽呀，真的是一個人都沒有。那我們看看樓下怎麼樣？樓下好像也不怎麼樣。幾百萬沒了，這裡幾百萬也沒了，這裡幾百萬也沒了，這裡同樣幾百萬全沒了。這裡是白雲區的萬達廣場，曾經投入了50個億，39萬平方米的白雲萬達，廣州第一家萬達廣場就是在這裡。6月份這個生意幹的呀，好慘淡呀，太慘了！哎呀，我天呀！外賣要說個扎心真相，今年餐飲店正成片的倒閉，活着的其實全在應城。我今天中午跑單松餐，又眼看着2家店直接鎖門了，結果天天跑這條商業街，光倒閉的就已經5家了。我負責整片配送區域算下來，前後已經關了20多家了。不管是開了好幾年的老麵館，還是剛砸進去10幾萬裝修的新店，全都一個樣，說扛不住就扛不住，說關門就關門。很多店他連個轉讓告示他都懶得貼，就連門一拉，再也沒開過。這位外賣小哥說，現在所有人都在說，今年的生意太難做，不管堂食還是外賣，今年的營業額連去年的1半都不到。開門就是房租、水電、人工往裡砸。關店的話還捨不得前期投入的成本，開着呢每天又是全虧，現在都是硬扛着。那為什麼餐飲現在走到這個地步？說白了，其實就3件事壓得人喘不過氣。首先就是老百姓真的沒錢了，因為現在大家收入都不穩定，房貸、車貸、水電、家用這些剛需支出1分都省不了，但出去吃飯這個非剛需支出就不得不砍一砍。現在很多人能在家裡做，絕不下館子，所以整個餐飲行業消費直接縮水。其次就是平台兩頭抽血，外賣把顧客養得越來越不願出門，堂食客流本來就少，可外賣價格卻越來越高，想省錢的人就自己在家開火了。現在線上線下客流一起往下掉，商家每天出單出補貼，但利潤幾乎沒賺，差不多就是白忙。最後就是行業內卷，今年屬於徹底失控，你賣9塊9，我就敢賣8塊8，都想把對方熬死，自己賺錢，但最終誰都賺不到錢。眾所周知，當前中國普通人的債務快速上升，龐大的家庭壓力主要來自房貸、車貸和各類網貸，這直接影響着好幾億人的日常生活。許多家庭都在做最後的掙扎。如今很多人最大的疑惑就是大家辛苦賺的錢都去哪裡了？我們又不抽煙，又不喝酒，又不得不良嗜好，給人家自己也沒有喊咩？哎，錢還是一個月這麼多一個月的用，都只花哪位去了？現在是人人負債，那錢去哪了？咱們辛辛苦苦賺錢，身邊人人都欠錢，企業欠，個人欠，可大家總覺得手裡沒錢，那錢到底跑哪去了？每到年底，你一算賬，總有那麼一筆錢憑空就消失了。你說消費了吧，也想不明白它到底消費到哪了。一篇網絡熱文給出了答案。
主要流向4個方向，分別是官员侵吞、維穩、金錢外交、軍備。而這4個去向中，大部分金錢又流入第一個去向，官員貪腐。所以說，海量財富最大的去向是各級官員的腰包，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各種花錢項目的決策者和各級承辦人。根據官方2013年的統計，中國2010年 GDP 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2大經濟體。2012年，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 GDP 升到5680美元，相當於人民幣4萬多。躍升到中等收入國家。在此之後，北京的數據顯示，中國 GDP 每年都在成長。2022年，中國 GDP 總量達到約18兆美元，人均 GDP 達到1.27萬美元，約人民幣8.54萬元。然而，這個數字背後的真相是，中國有2%的人控制着80%的財富。已故前總理李克強在2020年5月的記者會上明確表示，中國有6億人每月收入低於1000塊，約141美元。但對比日本、韓國和台灣，他們都沒有出現中國這樣貧富懸殊的情況。上世紀60年代，日本、韓國和台灣的生活水平可以說和中國大陸差不多少。經過20多年的發展，他們越來越富裕。儘管進入90年代，日本、韓國、台灣的經濟發展速度減緩，日本更是刺破泡沫，但人均 GDP 仍比中國還高。2022年，日本人均 GDP 3.4萬美元，韓國人均 GDP 超過3.2萬美元，台灣人均 GDP 3.3萬美元。作為民主國家，他們的法治環境好，犯罪率低，教育、醫療水平高，藥品的價格也相對便宜。最關鍵的是，那裡沒有維穩的高壓管控。有評論認為，雖然藏富於民是歷朝歷代老百姓的理想，但在現今中國大陸，中國富不過3代。在一個財富都帶着原罪的國家，藏富的結果往往是一場又一場的災難。60多年前的地產資本家因為藏富能活下來，就算最大的幸運。當今許多貪官只要一抄家，就是成噸成車的現金財寶。國內頻頻曝光的大案要案都顯示，權貴們非法轉移到境外的資金已經遠遠超出想象。無論大官小官、大富小富，都在紛紛向境外非法轉移資金。他們在拼命掏空中國的同時，也把嚴重的房地產泡沫以及通貨膨脹留給了千千萬萬無奈又無助的老百姓。大家怎麼看呢？歡迎留言討論。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請記得點讚、訂閱，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感謝您的支持，我們下期節目再見。